晚间好，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戴上你的耳机，准备迎接梦魇吧。来，坐下吧。今夜风重，酒也冷了，就让我给你说一段四国山中流传已久的禁忌故事。你知道四国遍路吗？那是日本最著名的灵修路线之一，朝圣者需拜访88座寺院，沿着崎岖蜿蜒的山径走一整圈，据说能净化业障，祈求平安。然而，这路是有规矩的，要从第一座寺院走到第88座，这叫顺打；可若你逆着走，从终点往回走，那便叫逆打。乍听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对吧？不过民间总说，逆打是违逆自然，挑战神佛之举，是死者的路。因为人出生后走的是往前的人生路，而逆打走的是回去的方向，走的是给亡灵准备的冥路。而今天这段传说便是从一次逆打开始。事情发生在平成末年的某个春天，一名年轻男子，咱们叫他俊介吧，他是个刚从都市辞职的上班族，对人生感到厌倦，想要重新找回意义。于是他背起背包，选择独自踏上遍路之旅，但不是顺打，而是逆打。他说，人生已走够顺路，想试试反其道而行会通往哪里。刚开始的几天还算顺利，山风凉爽，樱花尚未完全凋落，村民们虽对他的逆打感到困惑，但也未多言。直到他走到第14座与第13座寺院之间的山道时，天气突变，山雾大作，手机没有讯号，纸本地图也被雨水浸湿了。他在原地打转数小时后，意外走上一条没有标示的林径。你知道，有些路是不能走的，那不是说危险，而是不属于活人该走的道。林中静得出奇，风没有声音，鸟没有啼鸣，连他自己呼吸声都像是被什么吸走了一般。就在他开始感到不安时，远处传来一阵清脆的铃铛声，那声音悠扬中透着点古怪，仿佛不是由金属发出，而是骨头互相敲击的回音。这时，从雾中慢慢浮现一位老婆婆，瘦削佝偻，戴着旧草帽，穿着打着补丁的和服。她笑眯眯地看着俊介，轻声说，年轻人，走累了吧？来我家喝口茶，歇一歇。俊介那时满身湿透，双腿酸麻，本想婉拒，可老婆婆话音未落，接着又说，你是逆打的人啊，逆打的客人不能拒绝我的邀请哦。这话说得轻柔，却带着说不出的重量。他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他领着他穿过更深的林间小道，一路上没有一丝声响，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他那奇异的铃铛声。终于他们来到一栋老屋前，屋子竟保存完好，门边还摆着新鲜的柴火，烟囱冒着温暖的炊烟。老婆婆请他入内，递上一杯温茶，茶带有苦味，但也出奇的顺口。他喝了一口，脑袋便有些发沉。老婆婆坐在他对面，微笑不语。俊介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的脸在变形，皱纹像是活了一样在蠕动，双眼深不见底，仿佛能把人灵魂吸进去。他蓦地起身想离开，却发现房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漆漆的墙面，窗外也没有光，四周的时间像是冻结了。老婆婆开口了，那声音此刻像是数十人同时说话，重叠回响，带着让人头皮发麻的空洞感。你逆着走，也逆着活，既然想找死路，那就留下吧。这里是逆打者的尽头。他站了起来，身形竟拉长了，四肢变得畸形，嘴角裂至耳根。屋中墙面开始流出黑色液体，那液体蠕动着，颤抖着，像是在等待吞噬猎物。俊介疯了一般的冲向屋后的门，撞破窗户，跳进森林。奇怪的是，那些看似密集的树林此刻没有半点阻力，他仿佛穿越一层薄雾般的逃了出来。在睁眼时，他躺在山脚的一座佛像前，几位穿着白衣的遍路僧人围着他，神情困惑。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并没有这么简单。俊介回到都市后变得沉默寡言，他常说自己耳边总有铃铛声响起，深夜梦中总有一位老婆婆邀他回去喝茶，那茶的味道他始终记得。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留下的行李中压着一本辩路手账，里面盖着第14座、第13座一直到第1座寺院的章。可是那些寺院早已荒废、拆除或毁于大火。你想知道最后怎么样吗？2年后，有另一位逆打者在通往第8座寺院的山林中迷路，当地的救援队花了3天找到他。他全身发抖，只说了一句话：他还在等。他说那个年轻人没有喝完他的茶。自那以后，当地的辩路守则中明文标注：禁止逆打，违者后果自负。朋友啊，你若哪天心血来潮，想走一趟4国辩路，也不是不可行，但切记，千万别走回头路。逆着人生走，你可能会看见些这世界没有的东西。毕竟，有些门一旦开了，就没有再关上的机会。就像那间屋子一样，它像是只在阴阳交界的雾中出现，只为等一个逆行者再次举杯，再次入局。现在把酒喝完吧，天快黑了，再说下去，他也许会听见。嘿，年轻人，别急着收拾背包，鬼影我还有一段事要说给你听。你不是说想去长野旅行吗？还说喜欢冷门的秘境？那你得记住一件事，有些地方是永远不该有人住的。这段事要从松本市西边那座山脚下的小村子说起，名字我记不住了，那村子在地图上也早就抹去了。但老一辈的人都知道，曾经有一栋叫做隐神的家的老民宅，在那儿住进去的人全都消失了。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那你听我慢慢说。那是一栋看起来仿佛很普通的木造2层住宅，坐落在一片竹林和溪水之间。庭院干净，墙面坚固，屋瓦上没有一点杂草。那房子就像时间停下来时的模样。有人说那是某位大地主留下的遗产，也有人说是某种祭祀场所的遗迹。反正村里的人都绕着他走，从来没有人靠近，更没有人敢打他的主意。直到20多年前，一家人从东京搬了进去，一家4口，年轻的爸爸妈妈，一对小孩，男孩7岁，女孩5岁。据说那对夫妻是设计师出身，向往田园生活，一心想远离都市尘嚣。他们在中介网站上发现这栋屋子租金便宜的仿佛在送，还包整修。他们兴奋极了，没有多想就签了约。搬家那天，村里人都站在远处围观。老村长摇着头，低声说：“又有傻子要进去了。”你问我为什么没有人阻止他们？因为这事你说了也没有人信。这世界就是这样，人总以为自己能控制一切，直到失去为止。起初一切看似正常，那家人会到市场买菜，跟邻近的几户人家打招呼，2个孩子还常到村外的池塘玩水。据说那小女孩非常可爱，总爱拉着邻居老奶奶的手说：“我们家有好多间房间哦，我最喜欢楼上第3间。”但就在他们住进去的第3周，异样出现了。首先是夜晚的灯光，隔壁几户人发现那栋屋子的灯从没有关过，不管多晚，窗户都透出一种奇怪的蓝白色光亮。更诡异的是，窗里时不时会有影子晃动，仿佛屋里不止4个人。接着是气味，有人经过门前，闻到一种浓烈的樟木与血混合的味道，刺鼻的让人反胃。再后来，有个送报的少年说，他清晨5点送报纸时，看到一家4口正站在阳台上，对着没有人的山头鞠躬，一连鞠了13次。然后就在那周末，他们全家消失了，是真的消失了。饭桌上摆着热汤，电锅里还有饭，门没有上锁，
车停在门前，鞋也整齐放在玄关，就连小女孩最爱的布娃娃都还躺在客厅沙发上，但人不见了，没有任何打斗痕迹，没有带走行李的迹象，连监视器都显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那栋屋子。警察来了，搜遍每一间房。有人说他们在屋后的储藏间墙上发现了奇怪的手印，有大有小，密密麻麻，全都朝着墙里伸去。也有人说，警察其中一位进入阁楼后5分钟内就呕吐不止，浑身发抖，坚持自己看到墙壁在呼吸。那件事最后的结案报告写得干干净净，失踪案件无证据，无线索，无解释。屋子被重新上锁，村民封起围篱，地图上把那区划为禁入区。但故事还在继续。1年后，又有一对年轻夫妻从大阪搬进来，房子那时换了屋主，重新粉刷过，看起来仿佛从未出过事。他们没有听说传闻，只觉得租金实在划算。这对夫妻在屋子里住了整整3天，然后也消失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有人在第3天晚上听到那栋屋子里传来一种怪声，像是婴儿啼哭与金属摩擦交错的声音，还夹杂着类似钟声的节奏，一下一下一下，直到天亮。搜救队进屋时，发现屋内墙上出现了一块刻有古文字的石碑，那碑原本根本没有，碑上只刻了5个字：隐神手之所。你知道什么是隐神吗？那是日本最古老的山神之一，根据某些信仰，陀们不住神社，不登记神明，只隐居于深山与偏乡，守着自己的家，喜欢收藏完整的家庭灵魂，尤其喜欢刚刚搬入、关系和谐的家庭。这种神不收贡品，只收人。据说之后，政府派人封锁了那栋屋子，还派人将屋内的石碑挖走，但搬运碑石的3名工人全都在1年内身亡，车祸、自缢、失踪。在之后，那地区被划为文化保护区，屋子也在一场意外火灾中烧成了灰烬。可奇怪的是，事后调查发现，那栋屋子的地基完好，木材干燥，根本没有着火条件。所以啊，年轻人，如果你真的想去长野旅游，爷爷我奉劝你一句，别靠近那边的竹林和溪流交汇处。听说有时候夜里还能看到一间完好的木屋，窗里亮着微光，小女孩的影子会趴在窗边看着你。她可能会说：“叔叔，要来我家喝茶吗？”如果你点头，那你就永远走不出那扇门了。隐神的家只是个传说吗？没有人能说得准。只是这么多年，总还有人在那附近失踪，总还有旅人说他们看见那栋屋子明明已经烧完了。有些地方是留给神明的，有些房子是盖给亡灵住的。你若硬要闯入，就得付出代价。哎嘿，各位，你们现在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吗？最好是哦，因为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跟影片有关，不是那种抖音短片，也不是恐怖电影片段，而是一卷真正存在过的8毫米老胶卷。这卷东西不在网络上，你上 YouTube 或 Reddit 都没有资料，但在日本几个电影系学生之间流传着一个奇怪又诡异的观影传说。只要你在凌晨2点44分独自播放那卷胶卷，画面中的人就会……等一下，先听我从头说起。那是在2013年，东京一间大学的电影研究社团搞了一个奇怪的活动——深夜收录。简单来说，就是一群爱拍怪片的大学生们会在晚上去废墟、旧戏院、古宅里搜集镜头素材。其中有一个主修摄影的学生，叫做道元良太。他个性怪怪的，平常说话细声细气，总爱背个黑色相机包。据说他爸以前是 NHK 的技术人员，死后留下了一些老摄影器材。那天晚上，社团一行人去了东京西边的一间废弃戏院——金鹤馆。这间戏院在1979年关闭，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老板欠债跑路，有人说放映师当场猝死，
也有人说是因为某部适应的电影，观众看到一半开始尖叫、呕吐、奔逃，然后隔天整间戏院就直接停业，连报纸都没有报道。反正梁太就是在那边捡到了那一卷。事情是这样的，当晚大家在戏院1楼拍摄时，梁太自己跑到了放映室。他说想拍一些老胶卷的细节镜头，结果竟然真的在一个满是灰尘的铁抽屉里找到一卷包着红布的8毫米胶卷。外层的红布上面有日文毛笔字迹，但太模糊看不清楚。旁边还压着一张老旧的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凌晨2点44，请倾听他的声音。社团的人都以为那只是搞怪道具，觉得捡到宝了。结果梁太当晚就说，我想先带回去看，说不定可以剪成下学期的短片。他们其他人也没有多想，毕竟都拍累了，就让他带走了。然后梁太就变了。第1个星期他开始不来上课，也没有出现在社团。他的宿舍室友说，他每天凌晨2点都会起床，把窗帘全部拉上，关灯，用一台老式的投影机播那卷胶卷，整整播了4天。最诡异的是，那投影机根本没有插电。室友说他偷偷看过一次，那画面是模糊颤动的灰白色调，镜头里是一个穿着昭和时期女学生制服的女孩，站在一排剧院座椅中，低着头，仿佛在喃喃自语。但你打开音量，却只能听到类似磁带倒转、骨头摩擦的声音，像是某种语言的反面。梁太从那晚开始疯狂地记录东西，他的桌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内容全是手写的片假名、平假名和仿佛不是日文的古怪符号。他甚至说，他在跟我说话了。我听见了他真正的声音，他不是影像，他是被封印的声音。社团其他人开始担心，决定去他房间找他谈谈。结果你猜怎样？梁太不在房里，门却没有上锁，窗户打开着，地上全是燃烧过后的纸张灰烬，空气里还残留着老胶片的焦臭味。最诡异的是，那卷红布包着的胶卷还在，放在投影机旁，但已经碎成一片片的黑色薄片。他们报了警，警察当然找不到人，调监视器也没有拍到他离开，整个人就像从房间里消失了。后来事情应该要到此为止，对吧？但你知道的，这世界上总有人不信邪。1年后，也就是2014年，社团另一位学弟野村隼人在一次清仓库时翻到了梁太留下来的一盒硬碟，里面除了他拍摄用的素材外，还有一段被命名为 Yuki 下划线244下划线 Final MV 的档案。对，就是那个时间2点44分。影片只有2分44秒，画面极其模糊，但能看到一位长发女子背对镜头站在剧院前排，头发遮脸，双手垂下。她一动不动，直到最后5秒，画面突然猛地向前拉近，冲破所有焦距，像是直接穿过了镜头。然后影片结束，荧幕黑掉，但耳机里会传来一句超小声的耳语。野村说他反复听了20几遍，每一次耳语的内容都不一样，有时像是你看到我了吗？有时则是还没有完，还没有结束。最恐怖的是，有一次他在凌晨播放那段影片，耳语竟然直接叫出他的名字，隼人，你来啦。从那天起，他也失踪了。后来校方全面查封了社团教室，所有设备清空，社团也遭停权。那段影片的备份据说被某个讲师拿去研究，结果2个月后他也突然病逝，死因不明。整件事就像被整个学校集体消音。但有些人记得。你问我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因为我学长就是那个社团的最后一届干部，他后来转学了，把所有资料存在一台旧笔电里，然后留给我。现在我那台笔电还留着，你想看那段影片吗？别怕，现在还没有到凌晨2点44分，但记得一旦开始播就没有回头路。他
他会知道你看过他，他会开始在你梦里对你说话，他会在某个时刻把你的耳朵变成他的容器，你会听见那句耳语，无论你戴不戴耳机，而你所听见的是他真正的声音，是他曾经在胶卷里被反复封印的诅咒。我只想再看一场电影，你还觉得这只是一段都市传说吗？那晚，如果你真的醒来时是2点44分，耳边有陌生女人的声音叫你名字，记得千万不要按下播放键。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故事哦。鬼影档案馆，我们下次见。